有请节目主持人赵川。谢谢现场的观众朋友们，谢谢大家。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《爱情保卫战》，看看今天请来了哪几位老师。他们是著名的节目主持人左岩老师，欢迎；著名演员兰溪老师，欢迎；色安研习社的主理人陆琪老师，欢迎；涂磊老师，欢迎。接下来就要请出今天的第一对嘉宾朋友了。刚开始好的时候，觉得他挺好的，相处久了，他就原形毕露了，脾气特别大。我是男生啊，谈恋爱他不就应该听我的吗？不应该什么事都照顾我面子吗？凭什么我就得什么都听他的？他就不能哄哄我，抱抱我，让我体会一下来自男朋友的爱吗？我平时对他挺好的，我觉得他也应该对我特别好，而不是天天跟我耍小脾气。他根本就不懂我想要什么，我就希望他可以暖暖的护着我。现在我体会不到爱的感觉，这样的爱还有继续的必要吗？让我们掌声有请这一对，掌声有请。男嘉宾小刘23岁，来自河北学生；女嘉宾小乔22岁，来自河北学生。来，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哈，校友是吧？谁追的谁呀？我追的他，我们就是参加了一个社团嘛，然后看他，长得挺不错，然后私底下就加了微信，就聊。追了多久啊？追了2个多月呢。追了2个多月呢，哎呦，现在谈了几年了？谈了1年多了。喜欢这女生吗？喜欢。对人好吗？好。好，为什么她今天要来我们这儿呢？就是你要来的是吧？是。来的目的是？我感觉我现在特别委屈。诉苦来的？对，我就想让导师们过来治治他。他这个人吧，特别大男子主义，就是在他的思想里，男的就必须得高高在上，女的就得什么都得听他的。而且脾气吧还特别暴到就能大庭广众之下踹人家3轮车。不是那个什么情况呢？就有一次他姐来了嘛，他姐就是在一个地方参加婚礼，然后回来的时候就在车站呢给他送手机，还是个下雨天嘛。然后他就说，姐也没吃饭，让我买点东西，买点饭。我就去我们食堂给他姐买了饭嘛。他还特意跟我说，让食堂阿姨把那个菜给热热。你说我又不是不知道，还特意跟我说。你也够较劲的，这都是细枝末节。然后呢？然后这事儿就过去了，我就跟他一块儿就走嘛。然后我就跟他说，我说给你姐买点零食吧，因为这一路上时间挺长的，这样吃零食就说也不无聊。他当时没好气儿的就跟我说，买什么买，赶紧走吧。我姐也是着急回家，没那么多时间，我就那么一说，我说赶紧走吧，买什么买啊？那你当时跟我好好说不就行了吗？干嘛那么冲呀？你一冲我不也着急啊？然后我心情也不好，我就说个，我说反正是你姐不是我姐，一句这个，然后他就生气了，也不理我，我就喊了他一下也不理，就一直往前走。然后呢？然后我就没跟着进车站，就在外边等他。他进去给他姐把饭拿进去之后才出来，才发现我没跟着他。出来之后就开始对我发火，发的脾气可大了。出来他手里有把伞嘛，然后开始摔伞，那么多人把伞摔烂了，冲我大声吼，他的脸都贴到这儿了，冲我吼，那么多人，关键这还不解气呢，康一脚踹了人家一脚3轮车。那么多人丢不丢人的踹3轮车？3轮车的主人还是位老爷爷，看人家好欺负还是怎么着呀？那么多汽车，你怎么不踹人汽车去？这女孩说话可以啊，怎么不控制自己的情绪呢？没什么事儿，没多大的事儿啊。我觉得就是我们2个在外面嘛，你怎么着也得给我点面子啊。你就是我不叫你就乖乖跟我进去不就完了吗？这事不就完了吗？凭什么乖乖跟你进去啊？是你姐也不是我姐，说的没错啊。给你买饭，情分在那儿呢，才陪你去，干嘛陪你去啊？那么多人，你不嫌丢人，我还嫌丢人呢。行，你也别那个吧，你真嫌丢人，你也不跟他来了，还让老师帮着治治呢。行，你还有什么事儿？关键是你要回去之后，我是自己走回去的，我走了1个多小时，趟着水回去的，他自己打车回去的。然后为啥呀？就是我当时不想搭理他，我自己拿着伞往前走，他也不上来追我。那你自己打个车走呗。我就心里生气嘛。所以还是你自己愿意趟水。然后以后千万别跟别人生气的时候拿自己的身体开玩笑啊。然后回去之后，他又去找我，把我叫下来，都没这么说，然后就抱了抱，买了一点水果吃了就过去了。不是挺好的吗？
怎么可能呀？我受了那么大委屈，然后就抱了抱，买了点水果就完了呀。不然你怎样？那怎么着也得跟我多说说吧，怎么着也得好好那第二天你们俩又在，在一起了吗？我就不这个事儿我还没原谅他呢。哦，还没原谅呢啊，这叫巅峰事件是吧？还有别的事儿吗？有，我感觉说他这个人特别大男子主义，就什么都得听他，我不能有自己的爱好，他有他的可以，我不能有我自己的。比如说，就是我在我们学校比较喜欢打排球嘛，平常没事的时候是1周训练2次，然后正好赶上上个月我们有比赛，好几场的比赛，所以就得天天训练，每次训练很晚，我回去之后我也很累呀，回去之后他就跟我吵架，说我不陪他。那你刚开始的时候1周啊就去那么2、3次，我当然没什么事儿，但是后来你知道，从早上6点多一直打，然后中午吃完饭，然后下午还去打，一直打到晚上8点多，然后回去聊2句话他就睡了，持续了1个月，你知道我受不了。你受不了啥呀？他不理我，我也没有不理他。不是你想咋陪你啊？那起码跟我每天多说句话嘛。那怎么着？你这样之后他怎么对你呢？就是跟我生气啊，吵架。你说我每天训练，也不是光我一个人这样训练啊，我们队的所有人，所有女生都是这样训练。那你打排球你能进国家队啊？我打排球我就为了进国家队啊，我就不能有我自己的爱好呀。你就回去给我洗洗衣服啥的，你干嘛天天还得洗衣服呀？我每天这么累死累活的在外边打排球，每天回去都没有劲儿，我还给你洗衣服。问问，他打完排球回来，你帮他洗衣服吗？我俩不在一起啊，就是他回宿舍嘛，对吧？你给人洗衣服吗？不洗。为啥不洗啊？你不是嫌他不理你吗？你就多给他洗洗衣服，他就理你了。哎，真是。还有别的事儿吗？有，还有就是他特别不会哄，就是这个哄字在他脑子里就没有这个概念。啥意思？你看，就是有一次我们出去玩嘛，我跟我朋友玩完之后，当时我包他拿着，回去之后我就发现我的包就是里边的眼霜就是少了好多，我就问他，他说啊你这是眼霜呀，我以为是护手霜呢，我就涂了。当时我一听我特别生气，因为这个眼霜是我省了好长时间钱买的，花了好几百买的，我自己都舍不得用，然后我还没有跟他发特别大的火，他的脾气就上来了，嗓门比我都大。你说你哄哄我不就得了呀？不道歉还说我小气。那我对化妆品又不了解，那你用之前跟我说一声呀。我不就用了一点吗？你至于跟我生气吗？你怎么就不问我？我的意思不就是说想让你给我道个歉吗？你哄哄我，摸摸我的头，哄哄我不就行了？从来不哄。在你的思想里是不是只有你们男生可以发脾气，我不可以发呀？还有就是你知道有一次啊，我拿他手机翻嘛，无意间翻出了一张就他跟他前女友的照片，我心里特别不舒服，然后我就是那种语气的，然后我说，哎，你前女友真漂亮呀。你说他又不傻，他肯定能听清我什么意思呀。换做别的男人肯定就会说啊，哪有你漂亮，这都过去的事儿，你都不知道他说了一句啥。他说我现在就喜欢不漂亮的。我跟你开玩笑呢。你开玩笑，你笑了，我哭了。再说前女友都以前的事儿，我都。那你怎么不删他呀？都已经不在乎了。意思你就说我丑呗，因为我的丑你才追我的呗。那不是跟你开玩笑？那你好，那你上次我当时就是拿着他手机，然后就是看了看，然后看一个男的，哎，你们俩挺有意思的，亲密，一拿手机就能看出东西来，来，特别亲密，怎么了？啊，就是有一个男的，然后对他称呼特别亲密。拿手机怎么能看出来这个呢？称呼。其实是这么回事，就是他刚刚不说我们也是在一个社团嘛，现在就是我是我们社团的主席，那个人吧是我的一个学长，我们两个就是之前在一个社团过，但中间他退了，现在他在一个公司上班，然后他们公司呢需要在我们学校宣传就需要得有场地啊，所以他就想托我跟老师要这种场地的条，就是想求我办事嘛，人家就叫了个亲切的一下，我也管不了人家，这时候我也没跟人家互动呀。嘴打他身上，我也管不了他叫什么呀。然后他就生气了，让我把人家给删了。关键是你要是平常的人啊，我删可以，但是人家公司跟我们社团每年都有合作，你不能因为我一个人就把我们整个社团给糟蹋了。删了人家以后还怎么合作呀？你一点都不顾大局。那我就看这一次，其他还有没有我还不知道了。你还小心眼儿呢，特别爱吃醋吗？嗯。除了吃这个学长的醋，还吃过谁的醋啊？我就是有时候跟男生在一块儿嘛，然后他也会反正不乐意，就跟一个保镖似的。没听懂。就是你看，就是还是这个事儿，就是第二天，然后场地不是批下来了吗？批下来之后，然后我就想着怎么着也得过去看看吧，或者帮人家忙什么的，反正不能不露面啊。然后
我就过去了，然后他就一直就是紧身的贴着，一直跟着，意思就是说这是我的，你谁都不能动。我当时去了，我是以一个主席的身份过去的，你怎么着也得给我一个面子呀。干啥去了？我就是不希望他跟其他男的接触。这不是正常的交往吗？正常交往该叫什么叫什么呗，称呼那么亲密干嘛呀？叫的啥呀？就叫了个梦梦。哦，小名最后一个字是梦是吧？就叫梦梦是吧？哦，然后你觉得受不了了是吧？挺好的呀。分手吧，你干嘛呢？我跟他提过，他不同意。不同意就不能分啦？他其实有时候对我也挺好的。啊，说说他的好吧。就是有一次他们出去实习嘛，实习可能需要半个月吧。当时反正我就跟他发了个消息，我说想你了，然后他第二天也不告诉我就回来了。你恐怕也没告诉实习单位老师吧？跟老师请教了。还有什么对你好啊？平常其实有时候让我生病了或什么的，也会买药啊。其实有时候事儿还想你挺周到。说白了是舍不得，是吧？是。但是男生身上又有这么多的缺点，又受不了，既舍不得又受不了，于是你的诉求是希望老师们帮你修理它，是吧？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小刘你好。你好。你有爱好吗？就比如像他喜欢打排球，你有吗？喜欢球类运动吗？平常在学校会跟我不错的同学打台球什么的。哦，打台球。对。你又打不进国家队。你打台球干嘛呢？男生和女生，男人和女人是平等的，并没有一个会高高在上。他的爸爸妈妈生养他20多年，不是为了给你做牛做马当保姆的，给你姐姐买饭，给你洗衣服，照顾你的生活，这是他心甘情愿因为爱你去做的事情，既不是欠你的，也不是矮你一头，你懂吗？懂。但是你不是这样做的，而你对他脾气暴躁啊，踹这个扔那个，冲到我面前大喊琼瑶剧呀！我不知道到底是什么让你在面对爱情的时候，或者面对他的时候，表现出了极强的控制欲。为什么要那样去对待一个爱你的女孩呢？她肯定是爱你的，不然你做的那些事儿，换一个女生今天来这儿现场就不会说我想请老师帮我治治他。咋治啊？我们也不是大夫。我觉得要治的是你。他做的那些事情你愿意啊？你老说他不哄你，因为你不用哄就会好啊。所以是不是你的状态也放纵了他的那些行为呢？所以我觉得男孩你要真切的调整你自己的状态。这样的状态换做任何一个女朋友都是受不了的。但是他愿意跟你继续走下去，你能改吗？我能为他改。你能做到哪些？你说说我听听。我可以把脾气收一收。然后呢？这都委屈得快哭了，我可以。你特别委屈吗？我说的不对是吗？不是委屈。那是什么？还是觉得我说的不对？是觉得对不起他。对，所以我希望你在未来的日子好好的珍惜他。我就想跟梦梦说，如果这个男孩愿意调整，愿意改，你看他现在真的非常真诚，我相信此时此刻他是真的在抱歉。我希望你用最好的自己去迎接那个真正疼惜你的人，好吗？祝你们幸福，谢谢。好，谢谢左岩老师。我突然想起来前2天看到的一段话，叫“你被什么保护，就被什么限制，能为你遮风挡雨，也能让你不见天日。”也许你们的状况没有我看到的话说的这么现实啊，但是我确实看到了一丝影子。而男孩刚才可能想要表现出来的那一丝委屈或者是眼泪，确实也能让我感觉到，其实你在心里还是喜欢他，也是觉得之前做的那些事是比较过分的，但是你的脾气太坏了。当你觉得在公共场合女朋友有可能没有给到你面子的时候，你所要表现出来的就是一定要尽可能最大限度的
不管在什么样的场合，都要让他感受到你所有的坏情绪，所有的负能量，而你不会花一点点时间去想，在这之前你有没有过让他心酸和委屈的地方，因为那个时候你心里全是你自己。如果说一个人的脾气老是掌控不住，那如果他有与之相匹配的能力，那我们也可以为之称赞。但是我觉得在你身上没有看到这一点。我不知道你能力大小，但是以你的年纪，我觉得你首先做到的要学会怎么样管理好自己的坏情绪，否则不管是这个女朋友还是下一个女朋友，你都会遭遇同样的问题。像你那样不顾场合的大喊大叫，一般来说就是因为我的孩子现在正处于这个快要进入叛逆期的时候，他就经常会这样，而我也会选择默默地看着他，先把这个情绪释放掉。但是以你现在的年纪，你已经没有资格做这样的事了。你这样对自己的身体不好，对对方的情绪也不好，对你们的感情更不好。所以对于你来说，在这份感情里面，你要做的改善是第一位的，你要做的改变是更多的，好吗？希望你们能继续好好的在一起。好，谢谢兰溪老师。我一直认为这种强烈的大男子主义是一种认知障碍，它不是性格，也不是情绪。这种认知障碍是怎么形成的呢？他从小受到教育里面是女应该主内，男应该主外，就是女人应该回归家庭，女人不应该有太出色，女人不应该在外面太多的抛头露脸。这是一个价值观，这种价值观就是他从小接触到的认知，这种认知已经被强化了，所以形成了一种认知障碍。这种认知障碍会让他在日常的生活里面流露出来，让你很不开心的那种言论。他和他暴脾气其实是两件事情，情绪不受控是情绪不受控的问题，认知障碍是认知障碍的问题。所以我是觉得是情绪不受控这件事情，我们也许还可以通过一系列的方式来进行调整，但认知障碍这件事情，就是他强烈大男子主义认知障碍这件事情，除非你自己真正能够意识到这一点，然后你能够真正的意识到女人是很厉害的，你能够意识到未来的世界很可能在很多地方是女性做主的，你能够接受这一点，去拓展你的认知边界，你才可能会发生一些改变。好，就这样。好，谢谢陆琪老师。他有对你好的一面，是吧？这我相信。其实他是想为你遮风挡雨的，但前提是你要听话。你听话，我就对你好；但你要是不听话，那我就不能放过你。刚才说了4件事，咱们一件件说哈。第一件事，他叮嘱你给姐姐买点饭菜，并且还要热的。你反嘴给他了一句话：“我就那么不懂事吗？”潜台词是我还要你教吗？于是他生气了，对不对？你为什么生气啊？你不就是认为我在教你怎么懂事呢？你居然告诉我我不需要你教，恼羞成怒了吧？第二件事，打排球，他打排球，你打台球，他可是排球队的主力哦。你台球打得怎么样？就你在你台球圈里面和他在他的排球圈里面，谁打得好啊？他打得好。第3点，他非常心无芥蒂地翻出你前女友的照片，非常自然地说了一句：“你前女友长得还行哈。”这会儿你来劲了，我现在就喜欢不漂亮。你可抓住了一个机会压他一头。第4件事，眼霜就那么一丁点儿。你把人家的眼霜给拿着当擦手霜用了，错了就错了，但你为什么生气啊？还要说他小气啊？你不就是在说我在你这儿还不如你这点眼霜吗？我可是你的男人呢，对不对？所以说你综合这4件事，就是你是一个特别小的男人，心眼儿特别小，特别自卑，容易恼羞成怒的人。我们经常说恼羞成怒这4个字，但是并不了解它真正的意义。恼羞成怒的那个恼是可以写成老人的老，叫恼羞成怒，就是什么呢？因为羞愧，
因为难堪，因为心里别人那点事儿被别人戳穿了，很难受，所以他要用发脾气来掩盖自己内心的自卑，靠吼来压你一头。人家比你优秀就比你优秀嘛，你找个比自己优秀的女生，你又没什么不好意思的，对不对？对，你何必要用这样的方式强压你一头，用你不行的这种方式来刷自己的存在感？其实反倒显得你自己特别弱。我对女生就是有2点要求。第一点要求，知道他是个恼羞成怒的人，有的时候就不要说那样的话。你比如说，他说你给我姐弄点饭啊，还要热的，对吧？那你就说好，你也是嘴欠，你反过来，我要你教吗？我就那么不懂事吗？你也挺喜欢挑的。当你明明知道你找的这个男人心眼就是小，就是自卑，那么在有些情况下，咱能不能不挑这事儿？其次，有些原则的问题不能退让。当他跟你说是啊，我现在就喜欢这不漂亮，那你可以1个星期不搭理他，好好的治他，他保证又会回来求你，求原谅。所以对付这样的男人，有的时候可以适当的维护一下他内心的自卑，但有的时候一定要强烈制止他的那种粗暴和没有礼貌，要双管齐下才行，好不好？行，就这样。好，谢谢涂老师。男生，我跟你说，你所有的行为其实我都特理解，不会控制情绪，然后家里面可能比较传统一些，养成了一些这个东西，没那么复杂。其实我特别想跟女生说的特简单，就是恋爱对吧？可以适度的磨合，但是总得有点底线吧？何必把自己弄得那么累啊？人家会说家庭里没什么大事，其实家庭里的大事还真不少，因为你时时处处有一些触及个人利益的一些事情会发生，大家仔细去琢磨。他的脾气就是这样了，随着他自身修养的提高，他会控制。但是他的吃醋啊，他的小心眼啊，他的踹这个，有的时候脾气上来之后控制不住情绪，这是一定的，他就这样了，没有好坏，就是性格与生俱来，后天帮你修了一部分，塑造了一部分，但是真的碰到事儿就还是那样。所以女生你要考虑的是，就是这样一个男人，你愿不愿意接受他？接受你们就慢慢处着，不接受赶紧走，好吧？接下来一起去真情60秒。亲爱的，我会为你改掉我的脾气。我总是把坏脾气给你，我会从你的角度来看，不会那么小心眼儿。我爱你。可是你为什么老对我发脾气，老冲我吼？不管多少人都那么骂我。我会改的。谢谢两位啊，请回吧。来，好，请关门，来吧，看年轻人们自己的选择，请开门。至于未来怎么样，好好的去经营吧，好吧？你选择男朋友就这样，以后别抱怨了啊！来，有请我们的小花童，有请。来吧，我们来一起见证属于你们俩的浪漫时刻。各位，请见证。来，请亮灯，送给你们啊！
好好实习，别乱跑啊！来，谢谢两位，请回吧，谢谢你。不想确定日期，拉长幸福距离，来填满回忆，在爱里等着你。女生可能觉得今天来的目的完成了，修理好了。如果觉得没修理好，下次还需要修理的话，我们也接受返修业务，是吧？好了，我们来看下一对嘉宾，在他们的情感经历当中，遭遇了一些什么呢？掌声有请这一对，有请。男嘉宾邓先生，27岁，来自湖南个体；女嘉宾李女士，24岁，来自湖南个体。来，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啊！这个谈恋爱谈多久了？谈了1年多。怎么认识的？我们是在湖南长沙考驾照的时候认识的，聊来聊去啊，就加个微信，后面慢慢熟悉了啊，就感觉合适，就在一块了。今天是谁要来啊？我要来的。你要来干嘛呀？他要跟我分手。哦，他要跟你分手啊？一个他说我对他不管不顾啊，又不关心不照顾，又要说1年之内买房啊，在深圳，这压力挺大的。我也能力有限，一下子也做不到在深圳买房啊。不，等，你们俩刚才不是说的在长沙学的车，怎么要到深圳买房？什么情况？我们是这样子的，就是说在长沙的时候呢，就学会车了。然后面我深圳有个亲戚在开那个便利店，我就跟他说去深圳那学习先，学习到了，然后我们自己开。哦，那你们在深圳的生活状态和工作状态是什么？生活状态就是他在我亲戚那店就打工嘛。对，您呢？我这一边做我自己的事情，也帮我的亲戚拉货啊，就拉到各个超市里面去，然后这个矛盾点就出来了。那不是一直在亲戚那儿打工，怎么就有矛盾点？他又抱怨那份工作，我亲戚对他不好，我也不好说，一边是我亲戚，一边是女朋友。后来呢？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？他辞工了。后面我就辞职了。辞职之后干嘛去了呢？这我们已经懂这个经营和运营了，就合起来，我凑了20万，他凑了10万，去开了个自己的店子。等于2个人凑在一起，凑了30万，开了一家便利店。对，是不是这么个意思啊？对。然后这店谁在经营啊？他在打理一直的。你在打理？对。店打理的怎么样？还可以吧，就是平常我一个人看嘛，然后他也不管不顾的，我一个人上货啊，然后收银啊，碰到一些找茬的啊，他都不在嘛，都是我一个人处理。那他在干嘛呢？他在外面拉货。哦，那不是他不干活，而是他因为要配送货，所以他不在，是不是这意思啊？嗯。然后呢，怎么就出现了冲突？说到要买房了，他又说借口，是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就是房东要涨房租嘛。房东要涨房租。对，然后我这边资金周转不开，我就想问他要点钱。嗯。他就说他没钱。钱呢？钱去哪儿了？你不是一直在配送货吗？我前年年底开了个店，亏了30万，就前段时间我买了台车。您还欠30万的外债呢，是这意思吧？对。然后又买了台车，现在在跑运输，是吧？对。因此你在这儿没钱。对。等于你问他要房租周转，他拿不出钱来。对。就产生了冲突和矛盾了，是吗？对。然后你就提出来让他买房。因为我没有安全感嘛。他这几万块钱他都拿不出来，那拿什么钱去谈未来嘛，对吧？所以我觉得要买个房子，最起码要有个住的嘛。那他连几万块钱都拿不出来，怎么去给你买房呢？你是不是觉得他手里有钱不想给你？对。他要求1年之内让我还完钱，2年之内就在深圳买房。所以，那你来这儿干嘛呢？人都提出这个。他要分手啊，我就来评下理嘛。你怎么打算的呢？我个人是有能力1年之内把这个钱还清，但是深圳买房那个你可以给个2年3年啊，我可以给个首付，是不是？你说1年，我说的太死的话。明白了，就拿不出这个钱，是这意思吧？对。那你这个就不对了，你明明知道是这么个状况，2个人一起奔呗，你干嘛呀要？你分手就说分手，你也别用这个方式，人就会觉得说，你是以此为借口要跟人分手。也不是，是他误会了啊。主要是我想解开这个矛盾嘛。
因为之前在他亲戚那里上班，然后他亲戚对我也不好，我就觉得我们两个开个店嘛，后面他也不管不顾的，就觉得如果我们要结婚的话，肯定要买个房子嘛，对吧？不是你们要打算结婚吗？那你打算买房，那你也得把你的消费观给降低下来。你做个头发6000多块钱，手上饰品，你看一下，我是再大的能力还不够你的消费，是不是？我吃个饭，我10块20也会去计算。要买房要结婚，两个人沉下心来，是不是？才有机会达到那一步。你也别说那个1年就买房的事情，要一步一步来，是不是？那这个头发。我看你是误会了吧？这个头发我是当了一下发膜，那你的就是帮我视频呢剪这个？头发。那你那个视频呢？那你也有视频啊？我哪里有视频？那你的话表不是吗？咱先别说了，你喜欢他吗？现在还说实话，我就是觉得你们有现在经历了很多嘛，你陆陆续续知道他欠了债，对不对？然后在深圳，可能他跟你承诺的到深圳是个什么样子，结果到了深圳是有落差的嘛。再到自己做老板娘，他不帮你嘛，对吧？你现在还喜欢他吗？反正现在我就是属于不讨厌他吧，因为有时候我跟他聊天，他老是一句话就把天聊死了。有时候我都觉得很不开心。如果说你这个习惯不改掉的话，那可能以后也有机会不在一起，是不是？行，所以女生给了一个真实的答案嘛，我不讨厌你，我也谈不上喜欢。那你这次这个提出让他买房，并且给了这么严苛的一个期限，你觉得他能做到吗？我觉得他努力的话还是可以做到的，我们可以共同努力嘛。你是什么时候知道他欠了外债？就是这次房东涨价嘛，然后我就资金周转不开，我就想问他要点钱。然后他就说没有，他说他还欠了这么多债。30万的外债，对吧？对，30万的外债对你来说是一笔大数字还是小数字？对我来说的话，可能是一笔不小的吧。你在意这件事儿吗？我比较在意。也就是说，发生了这件事儿之后，你才要求他买房的，是这意思吗？对。在此之前，你没有要求过他买房。对。而且这次买房要求的还是带期限的，这个期限的目的是什么？给他期限就是说给他一个压力嘛。如果说他没有压力的话，他可能还会欠更多的债。有这个压力就会成为动力。其实你是想帮他，对吧？对。女生刚才说了，她害怕你没有动力，所以她才逼你买房。你认同吗？认同。你喜欢这男生什么呀？我喜欢他一点，就是觉得他这个人比较有情有义吧。是对你还是对别人？是对我比较有情有义吧。对你做过什么？以前在湖南的时候，就是本来我是很喜欢小狗的嘛，然后我养了一只比熊，我那只比熊跑丢了，然后他就陪我一块找，那个时候他都陪我找了整整20多天都没找到，我就觉得这个人跟我就是只是朋友关系，他能陪我找这么多天，他比我还关心，我觉得他这样的话对我挺好的。好，对未来怎么打算？答应他1年之内我把自己的钱还清，买房的事情共同努力，可能要3年，不要说1年时间，以后也不要拿压力这种情况来压我。我问问你啊，等于你们现在在深圳有一个便利店，对吧？对。他对你的抱怨不仅仅是因为说你欠了外债他不知道，对吧？对。他还抱怨说你们沟通的太少，你自己也觉得沟通的少，为什么不一起帮他看店呢？对于这个店未来有什么打算吗？就是想把它盘出去，然后去开个超市嘛。要扩大规模是吧？对。这个你怎么看呢？盘掉可以啊，但是首先你得先把你的债还上。能保证1年之内吧，可以把这30万还清，这个可以保证。但你那个店要盘出去，要么是多等2年，把这个超市经营起来，是不是买房，或者把店盘了，立马把我们积蓄搭进去买个，给个首付，后面的分期付我来付也可以。等，你那盘店能盘多少钱啊？20-30万吧。你还有？我们现在手上还有积蓄嘛，2个人的，只要他同意个就可以了。还有积蓄啊？对。还有积蓄，人家问你要几万块钱的，
租金你为什么不给啊？那生意你是藏着东西呢，兄弟。生意场上没有钱周转，这个生意会死掉的。这个客户，那你就直接说嘛，那你干嘛骗人家说你没钱呢？我也想他盘掉了，然后我们相处时间也会多一点。那如果他把店盘了，你们俩把手里的钱都拿出来，按你的说法是用做生意周转的去交一套房子的首付，那你们下面做什么呢？就我还是拿我的车去挣钱，那就不开超市了。好，这个您同意吗？我不愿意，因为这个店盘掉再去付首付，又要贷一笔款，那你每个月又要还月供。你首先你欠的那30万的债，本身就有月供，那你再加上这个月供，那还得起吗？没关系啊，我努力啊，我愿意啊。不是说你努力就能做到。那么多债压在你身上，压在我身上，压得都喘不过气来。来看看我们的老师们如何解决这一对的矛盾，一起进入周比特问卷。我听到了，全部都是钱钱钱。那我想请问一下两位，爱在哪里？如果你们之间的情感只是由于各种各样的数字在做维系，在做推进的话，那还有什么好谈的呢？今天来到爱情保卫战，还是应该去财产保卫战？刚才大家一直在聊，男方希望把这个店盘出去，中间是一部分资金，自己的一部分存款，女方的一部分存款，以这3部分存款来付首付，对吗？对。你既然有钱，为什么不肯拿几万块钱给他付房租？我现在想问女生，你有存款吗？也有。你既然有钱，为什么不拿几万块钱给自己付房租？都在算计对方啊！不光男方在算计，女方也在算计，怀里都揣着钱，就是不肯往出拿。女方在算计说，你这除了这30万的外债，好，我信这是真实的数字以外，你到底还有多少钱？所以他才会提出让你买房子，不然的话，让我听起来简直就是天方夜谭。让一个外债30万的男人买一套房产给我住，这无异于是说，你看，你把天上那个星星摘下来给我，除非他觉得你有钱。这是第一。第二，男方为什么一直在计算你手里的那家店铺？因为他知道你有钱，所以你们两个这么算计，过什么呢？两个被金钱纠缠的男女是没有时间和空间去谈论爱情的。我觉得你们俩就合伙做生意挺好，祝福每一位，谢谢。谢谢左岩老师。除了对互相的算计，应该还有对彼此的试探吧。确实我也有同感，我在你们刚才的一番沟通当中，完全没有听到一丝爱情的消息。女方说你对她好，而是因为你们还不是恋人关系的时候，你曾经花了20天的时候，很用心的帮她找她养了一条狗。那我跟女方说，这大概是你所有的朋友当中一个比较靠谱、比较热心的好朋友而已，但那未必就能成为一个有责任感、有担当的男朋友。好朋友和男朋友可是天壤之别的2回事，所以在这一块你心里也要想得特别清楚。我看资料，我简直不太敢相信，资料上面显示说你27岁，但是我在你身上看不到一点朝气蓬勃的样子，你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个词，颓败。反正就是感觉欠了钱了，女方在跟你交往之前并不知道这件事，但是知道之后好像也没有特别震惊的表现，反而提出了另外一个更奇怪的要求，就是要求你在1年之内去买一套深圳房子的首付。我觉得这个也挺奇怪的，就是女方的安全感是来自于不管你欠了多少钱的外债，你能买一套房子的首付给我，写上我的名字，所以我就可以跟你继续好下去，我就有安全感了吗？我觉得你们2个人的相处模式就完全违背了爱情的初衷，所以我也不认为有什么必要在这保护。谢谢。好，谢谢兰溪老师。你们2人都撒谎，都不诚实，但不诚实的原因不一样。
男生的不诚实是来源于他纯粹是个投机分子。你看他没有一次对于自己工作前景的安排和眼光是正确的，同时对于自己的事业也不是尽心尽力的。无论是自己的店不上心，还是一直以来他的工作没有着重点，以及无限的憧憬将来的无限可能，什么2年买房子之类的，你都27岁了，咱能不能不吹牛啊？甚至我都不相信你能借到30万。而他的谎言是来自于，当逐渐的发现这个男生不靠谱的时候，那我也不能太本分。我要是把我的实底儿那都交了的话，那我可能会被骗得个倾家荡产。一个24，一个27，其实年纪都不大，一切重来都可以开始。2个人谈不了恋爱，散了不成朋友，至少能够成为2个清清白白的陌生人。你们欠多少钱，有多少钱，这个店面能盘多少钱，你们到底买得起买不起房子，自己心里非常清楚。都到这个舞台上来了，还要骗来骗去，骗什么？买不起房子是正常的，你们这个年纪买得起房子才不正常。要么就真的是很有本领的精英，要么就是啃老，何必挂着自己的面子呢？借着别人30万不还，那个是银行的，银行的也是一样要还的，是啊，对不对？对，是啊，你自己都对自己负不了责任，自己欠的债都还没还，还要说2年之内我能买房，你有点正形行不行？你们2个人之间，我觉得在待会儿60秒的时候说点实在话，活得实在一点，别那么虚浮，好吧？就这，好自为之。好，谢谢涂老师。把所有的老师的话合在一起，无外乎就是一句话：本本分分的做事儿嘛，清清白白的做人嘛，对吧？我们因为是保原爱情的节目，所以我们再加一句嘛，认认真真的谈感情嘛。就这3句话你们都做到了，我相信你们的困惑也就解决了。如果没有感情，不如早点分开，何必将就？如果你们这段感情还是因为跟那个店的利益有关系，说清楚，分好利，也把感情分清楚。来，接下来一起真情60秒。其实我们以前的还是感情挺深厚的，可能你的人生当中也是遇到我的最深情的一个人了，我也很难找到这么适合的你，只是最近出现了很多问题，我们回去慢慢好好解决，一个一个解决，别把钱扯到感情里面来。所以你买房那个，我们就共同去努力，好不好？然后会对你好，也我少出点车，多些时间去陪你，我只能尽最大努力去做到。我跟你在一块也是看中你有情有义，觉得你可以做好，我们可以共同努力。虽然说在深圳买不起房，可以在深圳周边付个首付30-40万绝对没问题，对吧？好，这样我心里很开心了，谢谢你。我们回去好好过。请亮灯吧，2位请回吧，谢谢啊。来，请关门，来吧，看他们自己的选择吧，请开门。这怎么了？探到底了，走了？来。他为什么没出来？啊？他为什么没出来啊？其实你应该问他嘛。啊。我当时想最好的结局是你们俩都不出来，就互相留个颜面，回去你们私底下根据今天老师们告诉你这些做人的原则去谈。哪想到你还出来了？我给你的建议，你赶紧去追他去吧，你去谈好不好？好，谢谢你啊。谢谢主持人。好，谢谢，请回。这个结局是我真是意想不到的，所以我要从好的方面来说，有些人其实还是明白的，他明白在适时的时候给自己留下最后的一点尊严，
其实我愿意相信女生没有出来是给自己在留尊严，我也希望她们能够重新回到人生正确的轨道上来，至少不要再以钱为导向，不要在情感当中算计和计算别人，拿出一颗真真实实的心交给对方，清清白白的重新开始生活，因为毕竟年轻嘛，一起进入爱情保鲜期。有网友提问说，我和男朋友在一起7年了，我们一直在沈阳上学、工作，现在呢要结婚了，他父母要求他必须回南方老家发展，因为就他这么一个儿子，但是我在北方已经待习惯了，我父母也不同意让我去外地，现在他非得逼着我跟他回老家，还要跟我闹分手，我该怎么办？在你想到解决办法之前，我先提醒你一点，这是一种远嫁的方式。但是如果选择了远嫁，你要想明白一点，你是否有能力扎根异地，扎根他所在的城市？如果没有这种能力，那么就算你嫁得再近，想要回娘家都很难。但是如果你有这种能力的话，远嫁只是一张机票的距离。祝你们幸福。谢谢你的收看和陪伴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谢谢大家。